再往前走是有一个拐弯，然后地面进一步沉降，这个高度大概得有个6-7米的样子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志。今天我们要到西安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去看一看。这里的人们呢，他不是住在地面上的，他是住在地面以下的，类似半学居似的。我们现在路过一片城墙啊，我在车流之中啊，有点不太方便介绍。可以看到我右侧的城墙吗？非常美丽，而且很长的一片。我也是第一次从这边路过。这个好像叫安定门。就我的观点来说，我觉得比北京的那种大红大绿的要好看很多啊。我很喜欢这种古朴一点的建筑，颜色就很素净那种，我非常喜欢。安定门。这里也有北京同仁堂啊。有的时候想想，西安这个地方真是一个宝地。你看四面环山，如果要四面没有这个山的话，西安的气候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温暖。四面环山之后呢，中间又是个大平原。在农耕社会里，这样的大平原，你想它的就衣食无忧了。现在堵得很猛啊！西安的正中心就是这个钟楼，而这个钟楼呢，又是一个环岛。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有类似的建筑，但是它的那个门一般它是不打开的，所以我很好奇，钟楼那个门里面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。刚刚路过一个路名叫未央区，我就突然想起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诸葛亮和周瑜背的一个诗，他说：“登层台以娱情，越钟鼓而未央。”哦，很有意思，好像是这么说的吧。
这是一个什么路啊？这地里边都有人在农忙了，好像摘什么蔬菜呢。在我的老家内蒙古赤峰市，现在还天寒地冻的呢，再过3个月都不到农忙的时候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百社村这里了。但是好像除了一些老屋之外，并没有看到那种地穴式的窑洞啊。这里好多院子都锁着门呢。你好，咱们这儿没看到有几个那种地坑窑洞啊，还哪里有？您知道吗？你是到村委会这儿嘞？对对对。哦，那你要往前往西边往前走。往前走是吧？哦。喝水不？我不喝水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刚从朝前朝西边那。对对对。那。你走我给你说，你走往西走，再往西走。这定之后右手拐单走，一直走。把你就领导了。好的好的，行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刚刚经过那个大哥的指引，我们来到了另外一处地坑窑洞比较多的地方。这个地坑窑洞应该说维护的还是比较好的。我们到另外一侧去看看它的入口。从这里看到，它是一个向下去的结构。门锁着呢。可以看到，再往前走是有一个拐弯，然后地面进一步沉降。来到它那个地坑窑洞的院子里，这个高度大概得有个6、7米的样子吧。之前碰到一个大哥，我问他，我说现在的窑洞为什么是锁着门的？感觉挖得很好啊，为什么不继续住了呢？大哥告诉我，其实住这种窑洞啊，因为它是一个下沉空间嘛，它是要往下走的，就是它很多车辆进出是不方便的。除了进出不太方便之外，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它的采光是不太好的，相比于地上的建筑来说，采光不是很好。所以就舍弃了。但是尽管这样，现在这边的地坑窑洞有的还是有人在居住的，而且这作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居住形式吧，周边会有些游客过来参观。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，你们认为是什么东西？它看起来像个烟囱，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它并不是烟囱。窑洞常常是在地面以下，那么它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的时候二氧化碳会比较多一点。
所以它用这样一个口，和上面的空气有一个流通作用，改善下面的一个空气条件。这个是以前人们用的一个碾子。其实这里的窑洞是经过政府的资助修缮过的，因为没有人居住了嘛，所以时间长的话，它就会发潮，或者局部有些垮塌的情况。这里有一个石柱，在古代呢，应该说叫拴马桩，这里可以把马的缰绳拴进去，但是这个石柱雕刻的非常精美。这两个拴马桩正对着的是另外一个地坑窑洞的入口，从这里看到它是呈一个弧状的、圆弧状的。由于下面还是锁着门，我们就不下去看了。除了一些在地面以下的建筑，还有在地面以上的建筑。眼前的这个小房子虽然没人居住了，但是看起来非常规整。旁边这个房子一般来说就放一些农具之类的。那么这间正房更大一点的房子是供人居住的。这里是淡季仅剩的几家还在开民宿的，算是乡村特色旅游吧。刚刚我们在另外一侧，很多窑洞都锁着门，所以我们无法进入。这边看一看，这边有很多窑洞，已经废弃了，但是从这里大概也能看到里面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形态。这个是一个老式的风箱，在烧柴的时候，如果不碍着，就用这个来吹一吹风。这边呢是一个灶台，可以看到，这里可以往里面添柴。2000年前后还有人居住的，可以看到这已经通电了，还有这种老式的灯的开关。这也是一个灶台，在这个窑洞的里面。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堵墙，将这个窑洞里面又分出一间来，放着一些日用品吧。这个应该就是东北的炕了。中国东北管它叫炕，但是在这里不知叫什么，但是起到的功能是一样的。这里呢，人睡在上面，下面的话可以烧火，在这里把柴放进去，点着，那么炕就会热。这一间锁起来了，我们透过窗户看一看。
在这个地坑的中间啊，现在落了很多枯叶。刚刚我差点没看见，这要是有一个人不熟悉，或者说不小心，没准会掉下去。可以看到吗？这是一口水井。我试图给下面照一照，但是我发现很难照得清楚，下面非常深，深不见底。现在我们就上去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见。